我是一个无宠的皇后，皇帝大行选妃时，我摆烂不干了，服了一副假死药，向所有人宣布我死了。爹、娘、哥哥，若儿想你们了。这宫墙如今竟只剩我一人。皇后，3日后的大选，莫要失了端庄。皇上，臣妾的父兄战死不满7日，您便要臣妾笑着为您选妾。臣妾不去，臣妾病了，体力不支，让蒋贵妃带臣妾去便是。你是皇后，大选之日你不去，成何体统？只要你还占着皇后的宝座，这些事你就必须去做。原来皇上还记得臣妾是皇后。奉圣谕，皇后言行不端，冲撞圣颜，即日起禁足3日。娘娘，老爷和少爷才刚去，皇上怎能如此狠心？皇后娘娘还不知道吧？蒋贵妃已有3月身孕，皇上正举宫庆贺，娘娘还是安分些吧。3个月，曾经我的孩子未满3个月便没了。来人，娘娘吐血了，快传太医！不必了，夫云，你退下。若儿，我瞧着你这日子过得苦闷，可你已入宫门，为兄无法名正言顺把你带出来。这是一剂假死药，若有那么一日，你服了这药，哥哥来接你，服用此药后，会在3日内逐渐显现出病重模样，并于第3日气息全无，呈现假死之态。这状态持续3日，在这3日内，你可感知周遭发生的事情，但无法动弹，直到服下解药，才会慢慢醒来。直到服下解药，你才会慢慢醒来。这药还在，可当初说要来接我的哥哥，却已随爹爹1天战死沙场。娘亲也在得知消息后随他们去了。爹、娘、哥哥，我想你们了。娘娘，浮云是我带进宫的丫头，在我身边极为得力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这一剂假死药需要有人在我死后3日给我服下解药，所以她是需要知晓的。浮云，之后便要你帮我了。浮云一定带小姐回家。奴婢这就去叫太医。这种痛和当年失去那个孩子时一模一样。若是男孩，朕立他为世子；若是女孩，我便倾尽一生疼他。是他推我，杀了他！我还记得那夜下了很大的一场雨，我哭得撕心裂肺，要杖毙那时的侧室蒋婴儿，却被他拦下。慕容若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以为朕看不出你装病？被皇上看出来了，怎么办？皇上要不要顺着臣妾演一演，请个太医给臣妾看看什么的？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在耍什么手段。3日后，除非你死了，否则就得给朕坐在大选殿上。好，臣妾答应皇上。玄义，3日后我会死在大选前。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。不许太医给他医治！小姐，皇上他当真如此薄情？薄情？他从来只爱权势。当初娶我是为了我父兄的兵权，纳蒋婴儿是为了文臣的势力。他需要他们的扶持。如今我父兄没了，我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小姐，这样不行啊！你也知道这药，我知道。哥哥说这药是以假乱真，若无太医施针护住心脉，撑过这3日，可能就真死。哥哥，你算错了。你以为他为了颜面会准太医救我，可他如今竟然真连太医都不让我看。
痛就痛吧，比起这些年的煎熬，这点痛不值一提。姐姐这病生的可真是时候，明日大选，若是姐姐起不来身，这统领6宫的权柄，妹妹就暂代了。小姐，哭什么？不过几日，我便解脱了，是要笑呢。虽然哥哥曾经安排了人，这2日浮云也去联络了那些人，可今时不同往日，一切都能顺利吗？若是不能，我便会真正死在关中。浮云担心我，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不想活了，只是看上去苍白一些，不见病态，觉得这样也好，死状也能好看一些。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皇后是想说这坤宁宫，朕不能来吗？臣妾岂敢。叔叔，我们多久都没做过了？玄烨，这些年来，你心里可曾真正有过我？我曾心悦过你，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都还很小的时候。你提着我最爱的兔子灯笼，说你心悦我。玄烨，那时候我是真的想和你白头到老，可是现在我不喜欢你了，我已经把你从心里生生摘了出去。从今往后，我是我，你是你。慕容若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是朕的皇后，只要朕一日不废了你，你便与朕不分你我。怎么，你还想去哪里？没有，我还能去哪儿？我哪儿也去不了。好了，朕知道你伤心。朕已命人厚葬了你父母和兄长，等明日大选结束，朕允许你出宫拜祭。若若，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妻，生生世世，永不相负。我想要的从来不是这些。皇上，蒋贵妃那儿传话说胎动不安，请皇上过去一趟。让太医去瞧。哎，奴才明白。皇上现下要去哪儿啊？各宫娘娘都还没歇下呢。回明心殿。这便是今年的秀女。是。大选开始。皇帝，皇后为何还未到？去请。皇额娘，前儿皇后答应儿臣今日必到，许是有事耽搁了。回禀皇上，皇后宫门紧闭，奴才敲了宫门好几遍都没人应。放肆！贾宁，待侍卫亲自。皇帝，许是又闹起来了，多少年了，他这脾气还是没改。哀家听闻前几日蒋贵妃带人去皇后宫中闹了一通，可有此事？嫣儿说，那日她是去向皇后禀明怀孕之由。她是皇后，今日大选，她应当过来。她父母兄长刚没了，你要她如何笑脸而来？听说她病了，昨儿你不是还去瞧了她吗？慕容一族力排众议扶你上位之事，你可还记得？当初可是你自个儿要娶她的。此次大选结束后，朕会常去看她。皇上，这不好了！皇后娘娘她疯了！小姐，奴婢故意封锁了消息，故意不让那狗皇帝知道你已死的消息。现在好了，大
大选乱成一团，所有人都知道那狗皇帝逼死了小姐的父母兄长，还逼死了你。夫云，做得好。我好冷，身体像掉进了冰窟窿，这就是假死妖的滋味。小姐，奴婢派去偷看的小丫头看得可真切了，那狗皇帝当真是不可一世，不过不用多久，他就会被天下所唾弃。慕容若，你给朕起来！听到了没有？你再不起来，朕诛你九族！九族？哼！这些年来，武将示威，我在这宫中做着皇后，活得人不人鬼不鬼，我一直强撑。如今我父母兄长都死了，他若要诛我九族，那便诛吧。只是我是病死，不是自残。你听到了吗，慕容若？皇上，娘娘已经轰了，您再叫，她也不可能起来。太医，给朕滚进来！治不好皇后，朕要你们全部陪葬！陛下，张远盘，你是宫中医术最高的太医，依你看，皇后她如何？皇上，请节哀，娘娘已薨逝多时，如今已然回天无力。什么叫做薨逝多时？回禀皇上，就如太医们所言，娘娘已于昨日夜里病重吐血，没多久便去了。病重吐血，为何不找太医？皇上，是您的口谕，不许太医给娘娘诊治。皇后病重，为何不禀报朕？回禀皇上，您还尚未解了娘娘的禁足。朕只不许她出去，何时不许你出去？回禀皇上，3日前奴婢冒死出去请太医，被您呵斥后，就再没人敢让宫人进出。今日秀女大选，你为何不曾把皇后之事向朕禀报？回禀皇上，3日前您曾与娘娘说过，除非娘娘死了，否则就得坐在大选殿上。如今娘娘遵从您口谕薨逝，自是不必出现在殿上。放肆！谁允许你如此与朕说话？回禀皇上，奴婢只是如实回禀，未有半分虚假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临死前说，奴婢是娘娘身边剩下的唯一母家之人，让奴婢为娘娘料理身后事。你滚！这是娘娘为身后事留下的嘱咐，请皇上过目，奴婢告退。张院判留下。张院判，朕昨日才见过皇后，她那会儿只是瞧着有些憔悴，为何忽然便病重吐血而亡？唉，回禀皇上，方才臣已细细观察，发现皇后娘娘死症状与之前微臣在医书上看到的一症状相似。此病是长久五内郁结，心血虚耗累积而成，会于病发前3日出现猝血之症。若是不能及时医治疾病发作，3日后便会不治而亡。皇上，有一事臣不知当不当说，你说。方才在来的路上，微臣听说3日前浮云姑娘去太医院找太医，便是说皇后娘娘吐血了。若是当时能及时发现，并且好好医治，或许……退下吧。是。若若，朕没想让你死。我不明白他在干什么。自我嫁给他至今日，已有13载，其中大半时日，他对我不理不睬，任人作践。如今又是如何？若若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是自他登基以来，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自称。我以为你只是在闹脾气，不想再选人入宫。
那是我想，你父兄已死，今后再无母家扶持，往后数十载，以皇后身份在宫中必定如履薄冰。我不想你犯错，却又盼着你犯错。若若，这些年来，你我之间除了君臣之礼，似乎再无其他。我忌惮慕容一族，是我亏待了你。我本想尽今后你父兄不能再护住你，那你便是独属于我的若若。我本想，是他看不到，还是他不愿看到？我父兄不在，母亲失去，难道我这个向来无宠的皇后，就能在宫中安然度日？他如今抱着我说这些，是当真有着难以两全的缘由，还是只是他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所做的戏？就算他是真心的，我也不要。让浮云主持你的丧仪，向离朕远远的！你休想！你生是朕的人，死也别想逃！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皇上吐血了！滚开！都给朕滚！皇上这是悲愤攻心，需仔细调养。微臣这就去开方子。哎呦，皇上，您可是把奴才吓坏了。皇上，您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！天下大事可都还需要您，您可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呀！滚！娘娘活着的时候您不闻不问，如今人都没了，皇上您演着深情给谁看呢？放肆！你这贱婢竟敢！娘娘在皇上身边13载，为皇上调度后妃，料理宫中大小琐事，还曾和皇上有过一个孩子。13年来，从未有过半点错漏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又能怪谁？你是在怪朕？奴婢只盼皇上大发慈悲，放过娘娘，许娘娘尸身回归本家，让娘娘在九泉之下得以安宁。开门！本宫要见皇上！皇后娘娘听到您的声音都能醒来吐呢，您还是不要凑上去恶心人了。皇上，您看，皇后娘娘身边一个小小奴婢便敢对臣妾蹬鼻子上脸。哎呦，蒋贵妃，娘娘在时，奴婢可不会这样。如今是奴婢性情大变，不是皇后娘娘的错，贵妃可不要随意攀咬。对了，贵妃娘娘，前2日皇后娘娘病重，宫门都已落锁。贵妃娘娘以有孕为由，不管不顾，领着乌泱泱一众嫔妃来示威，加重了娘娘病情。如此顶撞皇后，戕害皇后，又该当何罪？皇上有旨，蒋贵妃冲撞皇后，其心可诛。念其有孕，掌嘴50，禁足昭纯宫，妃诏不得出。皇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都退下。皇上，请您让奴婢为皇后娘娘擦拭。娘娘喜欢干净，您再这样抱着娘娘，会让娘娘不高兴的。若若，你以前最爱干净了，朕亲手帮你洗。恍惚之间，让我以为又回到了许多年前。当初的他还不是如今的圣上，
我们也曾不分彼此，只是我们都已回不去。皇上，蒋氏刚才小产了，她哭闹着要见您最后一面。皇上，这已经是他第3次派人来请您过去了。把蒋婴儿的贵妃之位削了，降为答应，再不许他的消息传到皇帝耳边。蒋婴儿，你害我孩儿，如今你这孩子保不住，也是报应。传朕旨意，皇后慕容氏贤良淑德，克己复礼，追谥为孝纯端惠皇后，以国丧之礼入葬，3日后入帝陵，与朕生同亲，死同穴。臣等遵旨。这是解药，3日后午夜，务必按计划送到慕容府密室。出半点差错，咱们都得给小姐陪葬。姑姑放心，奴才豁出性命也一定办妥。皇上，奴婢有话要说。放肆！朝堂之上，岂容你一个奴婢喧哗？让他说。皇后娘娘临终前留下遗愿，只求魂归故里，葬入慕容家祖坟，与父母兄长相伴。娘娘一生困于深宫，求皇上成全娘娘最后玄愿，让她落叶归根。她的遗愿？她何时留下的遗愿？朕怎么不知道？娘娘病重时亲手写下的遗书，那日呈给皇上，却被皇上撕毁了。皇上，娘娘生前被深宫困住一辈子，您就忍心让她死后还要困在这冰冷的皇陵里吗？传朕旨意，孝纯端惠皇后灵柩先移至慕容府停灵7日，待国丧礼毕，再议入陵事宜。奴婢替皇后娘娘谢皇上隆恩。若若，就7日，朕只留你7日。7日之后，朕放你走。玄义，7日之后，便是我真正的心声。这深宫，这后位，这爱恨，我再也不会回头了。3日后午夜，灵堂一出事，你们就按计划接应，务必保证小姐万无一失。姑姑放心，万无一失。3日前，我与浮云做了许多准备，唯独没算到的是，玄义会一直守在我的尸旁，片刻不离。如此，再多的准备也无济于事。求皇上放过娘娘，让她入土为安。浮云，别渴了。你是这世上唯一真心对我的人，为了我不值得。浮云，我可能真的要丢下你了。小姐，你总算醒了，晚了一夜，奴婢还以为……没事了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浮云，谢谢你，小姐，回家了。我们回家了。小姐，小姐在服用药物之前便积劳成疾，未曾调养好身体。服用药物之后，听之任之，更是损耗巨大。加之晚了几个时辰。陈大夫，求您救救小姐。浮云，罢了，不要为难陈大夫了。陈大夫，我还有多少时日？老夫倾尽毕生所学，也只能保小姐3年性命。3年够了。
本就是偷来的日子。开门！都给朕开门！慕容若呢？谁准他离宫的？朕没下旨，谁敢带他走？棺材是空的啊！人呢？朕的若若在哪儿？快传太医！太医，皇上吐血了！快！糟糕，他怎么醒了追来了？小姐，快来这边安道！若若，你还没死。玄逸，一切如同你所见，我还活着，可是我不想再回宫了，你就当我死了吧。凭什么？你是朕的皇后，本该待在朕身边。我不是，慕容若已经死了，我不是她。如果你需要一个理由，那么慕容若爱你入骨，她是你的皇后，慕容一族是你的忠诚将士，他们永远为你效忠，而我只是一个能手起刀落斩了你的乱臣贼子。若是皇上想，现在也可以刺客之名杀了我。若是多扎几刀便能让你回到我身边，那不用你动手，我亲自来。若若，是我错了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只要你回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迟来的深情比草都坚，玄逸，这辈子我们再无可能。若是曾经的慕容若，或许此刻会心软，可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一心一意只有他的女子。皇上，一切都是奴婢的错，要杀要剐，让奴婢来承担。求求皇上放小姐走吧！夫人，快起来！皇上，小姐只有3年可活了，小姐苦了一辈子，求皇上让小姐好好度过最后这3年吧。若若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也可让我今日便死，如今就躺在外面的棺材里定棺下葬。若若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玄逸，从此你我两不相欠，各自安好。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太医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佳宁，合上棺材，带皇后回宫。可是皇上，这棺材是空的。朕说，带皇后回宫。奴才领旨，来人，合棺材！启灵回宫。皇上晕倒了，快传太医！陛下，您的伤口要崩开了，快传太医！不准碰朕，只要亲自送他。若若胆子小，没人牵着，他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你以前最爱热闹，现在这么多人送你，睁开眼看看朕，好不好？关门！陛下，地宫阴寒，你龙体未愈，守灵3日已是极限，万不可寻短见啊！叔叔，这天下朕不要了，朕陪你走。放开朕！谁给你们的胆子拦朕去见他？陛下，皇后已逝，中宫不可久虚。为了社稷稳固，请陛下早日择选贤良，填补后位。贤良？谁敢自认贤良？朕的后位，唯慕容若可做。只要朕在一日，这后宫便只有她一位皇后。听说陛下为了那贱人疯了，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来人！陛下饶命，臣妾只是担心您的身体。担心朕，那就去冷宫里替若若祈福吧。杖责30，丢进冷宫，没朕的旨意，永世不得出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是冤枉的。从此世间再无慕容皇后，只有阿若。小姐，过了前面这道弯，咱们就彻底出京郊地界了。把这些换成碎银，往后咱们的日子要靠自己挣了。只要能离开那个吃人的地方，奴婢当绣娘也能养活小姐。诸位可知，那宫里的圣上为了刚崩逝的皇后，差点血洗朝堂。那是当真情深似海，竟下旨此生永不立后啊！现在装什么神气？换一家吧。曾经我以为这是救赎，最后才发现，这是勒死我的绳索。陛下，这世间哪有起死回生之术啊？你已经3天没合眼了。传旨下去，便请天下名医方士，谁能治好朕这心口剧痛，谁能让皇后入梦，朕许他万金，封万户侯。若若，你以前最疼朕了，怎么舍得让朕的心疼成这样？陛下脉象虚浮，那是思虑过重，哀回骨力所致。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，若放不下先皇后，这相思之局无药可医呀。无药可医，朕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何用？再敢言先皇后3字，朕摘了你们的脑袋！滚！
统统给朕滚出宫去！若若，你看，你最爱的合欢花开了，朕把那些吵闹的人都赶走了，以后这里只有我们两个。陛下，臣妾亲手做了莲子羹，愿为陛下分忧。谁准你穿这一身红的？臣妾想让陛下开心些。你这副嘴脸，多看一眼都让朕觉得恶心。传旨，徐氏御前失言，惊扰皇后清静，剥去位分，即刻赶出宫去。从此后宫若有人敢踏入坤宁宫半步，杀无赦。是。小姐，这种粗活奴婢来就行。您哪受过这种苦？这哪是苦，这是奔头。从前在坤宁宫，连喘气都要看规矩。现在这院子，每一寸土都是咱们自己的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叫忘忧茶社。阿若姑娘，这茶社开得真雅致。只是瞧你们姐妹俩孤苦伶仃的，大娘识得镇上林秀才，人品端方，还没娶妻，要不要大娘给撮合撮合？多谢大娘好意。阿若曾遇人不淑，早已看透红尘，此生只想守着这小店，与姐妹相守终老，再不谈婚嫁。唉，这么俊的小娘子，真是可惜了。好茶，入口微苦，回甘无穷。姑娘这手艺，京城名店怕也比不上。哈哈。浮云，你看，这是咱们凭本事挣的第一文钱。陛下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卑职立刻带人将娘娘带回京城。带回来，继续看她在深宫里枯萎，看她恨朕入骨吗？撤了。陛下，您说什么？撤掉江南所有密探。从此以后，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，更不准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朕一个字。他开心就好，朕不饶了。这世间再无大选皇后，只有江南阿若。这是朕最后能给你的宠爱，放手，你自由了，而朕活该在孤城里岁岁年年不得解脱。陛下连选秀都废了，这后位怕是永远给慕容家那位留着呢。何止啊！陛下连慕容家的旧部都厚待3分，只因那是皇后的母族。陛下，
太医说您不能再忧思过度了。慕容一族安稳了，若若在江南才能过得更舒心。能保他全族，也能让这江山稳固，何乐而不为？若若他们都夸朕痴情，可只有朕知道，朕是个满手鲜血的囚徒。别等了，外头都在传皇上和皇后如何恩爱呢。陛下心里只有死去的慕容若，你这种毒妇，死在这儿都没人收尸。恩爱，他杀了自己的孩子，现在装什么深情？陛下，冷宫那边蒋氏咽气了，扔到乱葬岗去，别让他的脏血脏了朕的大玄。阿若姑娘，你这茶里有股子说不出的静气，喝了心里舒坦。大爷若是爱喝，往后每天路过，阿若都给您留一盏。小姐，咱们这茶社都要成这巷子里的聚宝盆了。观这位老板娘言吐气度，绝非寻常人家出身，倒像是世家大族里养出来的雅士。只是可惜，如此才情，竟在这闹市开茶社。山珍海味虽好，不如这市井清茶自在。各位请慢用。拿去吃吧，饿了找阿若姐姐。这是余钱，买些炭火。谢谢阿若和浮云姐姐，姐姐是全天下最好的人。小姐，奴婢以前总觉得只有在宫里受万人朝拜才是福分，现在才明白，这种被街坊邻里真心疼爱的日子才叫活着。是啊，以前我是活给别人看的皇后，现在我终于是活给我自己的阿若了。陛下，求您派援军，求您救救我父兄！陛下，您心脉受损，受不得这塞外风寒呐。朕梦见若若了，她跪在雪地上，求朕派援军去救她父兄。可朕那时竟怀疑慕容家功高震主，迟疑了半日。陛下，当年老将军与少将军被敌军围困孤城，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那是真的满门忠烈呀！这是当年慕容老将军带伤种下的，说是等胜仗归来，要接小姐来这儿看槐花，可惜他们没能等到那天。若若，朕总以为是给他们荣耀，却忘了他们要的是信任。是朕的猜忌，让慕容家流干了最后一滴血。慕容一族满门忠骨，朕此前受奸人蒙蔽，竟让功臣受辱，让皇后韩兴传朕旨意，追封前大将军慕容震为忠勇王，少将军慕容成为忠义侯，其嫡系族仪皆封赏入仕，由国库供养终身。慕容一族与大玄江山同在。陛下圣明，慕容英魂永佑大玄。朕给不了你父兄性命，便还他们一世清明。浮云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爹教我骑马，非说慕容家的女儿不能只会拿针线。记得呢，那时候老将军牵着那匹高头大马，您吓得直哭，最后还是少将军偷偷把您抱下来，还给您摘了一大兜晚花哄您。是啊，哥哥那时候总说，
若若这辈子只要开开心心的摘花花就好，天塌下来有父兄顶着。当年若不是小姐从人贩子手里救下奴婢，浮云怕是早就烂在地里了。能跟着小姐，是浮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别再说奴婢二字了，在这江南，没有什么皇后，也没有什么丫鬟。你我是姐妹，这余生我们相依为命，看尽这江南的春雨秋月，再不入山宫半步。好，余生相守，浮云永远陪着小姐。爹，哥哥，你们看，阿若现在过得很好，没有锁链，没有高墙，只有这一盏清茶，一帘微雨。陛下，这剑祠自有工匠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工匠建的是砖瓦，朕建的是罪孽。若若生前，朕连个清静地方都没给她，死后，朕总得亲手给她补上。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若若，朕寻不见你了。这些词现在京城都传疯了，连学子们都说，陛下对先皇后的情分真是感天动地。情分，朕宁愿他恨朕，只要他能回来指着朕的鼻子骂一顿，也比守着这些冷冰冰的纸好。帝王之爱竟能卑微至此，亲自掘地建祠。古往今来，慕容皇后也算不枉此生了。是啊，这份追悔，怕是连铁石心肠也要化。姑娘心中曾有执念如山，如今虽已放下，可这身子骨却是在那深渊里耗损得太狠了。道长既瞧得出来，求您救救我家小姐。浮云，不可无礼。无妨，姑娘既然舍得下泼天富贵，便是与道有缘，此生安乐便是最大的福分。这味忘忧散并非灵丹妙药，却最能调理郁结之症。每日晨起，佐以花露服下，不出百日，晨康可愈。多谢道长赐药。心无挂碍，便得自在。姑娘，莫要再回头看了。小姐，您的脸色真的红润了不少，道长定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来渡您的。或许吧。神仙也好，凡人也罢，只要能在这江南看花开花落，便是不虚此行。慕容家为大选守边30载，满门忠烈换来的是尔等的排挤与猜忌。朕从前瞎了眼，如今朕要亲手扶起大选的脊梁。陛下，此举怕是会有违祖制。祖制？慕容若为了大选，连命都丢在冷宫里，这就是尔等的祖制。朕今日便要这祖制为慕容家让路。
这宅子，朕还给你们；这田产，朕翻倍赐予。你们流的每一滴汗，朕都记得。臣等誓死效忠大玄，效忠陛下。陛下这是把倩皇后的情全补在慕容家身上了。听着，每年清明，朝廷必由正一品大臣领队，亲赴塞外祭拜慕容老将军与少将军。此事入大玄律法，永为定制。若有延误，提头来见。臣领旨，定不辱命。小姐，您瞧这太阳，晒得人懒洋洋的。咱们这忘忧茶社开得直，连这躲懒的时光都比宫里金贵。宫里那叫虚度，这儿才叫生活。浮云，这种日子，哪怕只给1年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我为了这个家在外奔波，你却只知抱怨我不归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心里哪还有这个家？连我生辰都忘了。两位，且饮这一口。茶出入口极苦，可若因这苦便泼了，又怎能等来这喉间的清甜？情分如茶，争吵是苦。若是泼了这一世情，此后便再无回甘了。是我浮躁了，竟不如这位姑娘看得透彻，多谢姑娘指点。多谢姑娘，是我们狭隘了。听说了吗？咱们阿若掌柜不仅茶好，还是个解语花。今日在荷塘一席话，救了一桩姻缘呢。那是，我家掌柜看人的眼光准着呢。曾几何时，我也在等那一口回甘，可惜那壶茶早已苦进了骨子里。如今能看旁人得偿所愿，倒也是一种福分。若若，你那里的雨是不是也像这血一样凉？陛下，忧思入骨，心脉已如强弩之末。若再强撑着处理政务，臣实在无力回天啊！请陛下务必移驾行宫静养。静养？朕若闭了眼，那些恶狼就会扑向慕容家，朕这条命早在那年冷宫大火时就丢了一半。陛下，你这是何苦折磨自己？扶朕起来，更衣上朝。朕倒要看看，谁想趁朕病重，这大玄的根基。陛下龙体为上，臣等夙夜忧叹。依臣之见，朝中所事不如暂交由内阁代为统筹裁决，陛下也好安心调养。暂交内阁？左相是觉得朕这把骨头连猪皮都拿不稳了，还是觉得这大玄的山河该改姓林了？臣不敢，臣一心为社稷担忧。你不敢？那这几封私通边将，意图在朕病榻前清君侧的信函，难道是朕幻听了不成？林府勾结外臣，意图篡位，即刻处夺官爵，抄没家产，3族之内流放宁古塔。谁再敢动不该有的心思，这便是下场。退朝！娘娘一生克己复礼，
守着慕容家的风骨，到头来，圣上，您终究是负了娘娘啊！朕何止是负了她？朕有何资格治你们的罪？你们说的对，是朕亲手杀了朕的皇后，碎了慕容家的心。唉，娘娘性子最是执拗，认准了一个人便是一辈子。陛下既然建了这祠，立了祭法，想必娘娘在天之灵也该看到陛下的悔意了。悔意能抵命吗？朕只求这大玄山河无恙，才不枉他父兄浴血，不枉他受尽委屈。往事已矣，臣等只盼陛下爱惜龙体。若大玄能海岸澄清，慕容家满门忠魂便是死得其所。朕允诺，必励精图治，速冲朝纲。若有违此事，叫朕万箭穿心，不得好死，还大玄一个太平盛世。浮云，你瞧这秋景，天高云阔，草木含香，可比那四角天空下的京城美多了。那是自然，京城的秋只有萧瑟和规矩，这里的秋啊是活色生香的。小姑娘，这红透了的才甜，皮青的扎嘴，这叫山里红，润肺最好了。酸中带甜，真生津。我家就在山下，老婆子做了刚出锅的腌肚鲜，不嫌弃就去吃口热乎饭。多吃点儿，看着闺女瘦的，江南的水土最养人，可得补回来。在宫里，每一口饭都要银针试毒，每一双眼都藏着算计。可在这里，素不相识的人却恨不得把心窝子都掏给你看。慢点吃，锅里还有，管够。阿若姑娘，这可使不得。咱们江南人请客讲的是个缘字，吃顿便饭还要钱，那不是打老汉人的脸吗？谈钱可就生分了。阿若受教了，大爷大娘保重。传朕谕旨，自即日起，全国轻徭薄赋，凡受灾3州，减免3年赋税，鼓励农耕。朕不要金银入库，朕要大玄的谷仓装满。陛下圣明，此乃万民之福，大玄之幸。若若，你父兄守的是这片土地，那朕便替他们，让这土地长出金色的麦浪。陛下，您龙体千金，这粥里还有沙子呀！沙子磨的是胃，朕若不吃，磨的就是民心。传令下去，朕就住在官棚里，水患不退，朕绝不回京。主人上，皇上，主人。草民叩谢圣上。若非陛下亲临，俺们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沟里了。父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若若，这盛世如你所愿，朕虽然失去了你，
却把这大轩还给了你的父兄。孩子，别怕，跟姐姐进来。娘亲，念安梦见娘亲接我回家了。念安乖，娘亲在这儿。从此以后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念安，读书识字是为了明理，煮茶待客是为了静心。娘亲要你这辈子求人不如求己。念安记住了，等念安长大了，也像娘亲一样煮最香的茶，养活娘亲和浮云一役。哟，这个小嘴甜的，咱们忘忧茶社以后可不愁没客喽。王大奶奶，您的苦丁茶好了。张伯伯，娘亲说您最近上火，特意加了金银花。哎呦，念安真乖。自从阿若掌柜收了这孩子，这茶社里连阳光都比别处暖和几分。小姐，看着念安，奴婢觉得咱们这辈子真的圆满了。那个在冷宫里夭折的孩子，若是活着，也该是这般模样吧。玄逸，你欠我的那条命，老天终究是以另一种方式还给了我。若若，若若，你回来了，别再离开朕。玄逸，莫要再寻我了，好好活着，治理好这天下，方不负我慕容一族守过的山河。陛下，快传太医！不必，朕听到了，若若在跟朕说话，她在看着朕。若若，朕听你的，朕会好好活着，会把这江山治理成你想要的模样。朕绝不再让你失望。将此段挂在龙座后方，朕每批一份奏折，都要让若若看着。是，陛下这是真的振作了。若若，你在江南的清风里看着朕，对吗？那朕便还你一个四海升平。娘亲，这雪花是不是天上的神仙洒下的糖霜呀？神仙也爱江南的景，才送来这一地洁白。雪人宝宝陪娘亲一起守家。慕容若，你父兄战死，你这辈子只能死在朕这牢笼里。小姐，天冷风大，快回屋里暖暖，小心冻着。京城的雪是冷的，江南的雪却是暖的。玄逸，你建你的思若祠，守你的冷江山。我在这江南烟火里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。贾宁，这江南的雪果然比京城要软一些。他在那儿
一定不觉得冷。陛下，暗卫已寻到了，就在前面的巫医巷。小姐，念安这丫头吵着要看雪人，您快管管。好，娘亲这就陪你去。娘亲，若若，若若，你终于有了家。可那个家里，永远不需要朕。陛下，不接娘娘回宫吗？传旨，船队即刻启程返京。从此江南之事，不必再报。那是朕杀掉的阿若，朕不配打扰他的余生。念安，别跑太快，当心撞着邻居张奶奶的菜筐。浮云姨，快来追我呀！抓到了念安，念安给您留最大的一块糯米糕。小姐，这入秋了，风凉，您的旧疾总不见断根，快把这药喝了，去屋里躺会儿。不妨事，道长给的方子养着呢。这2年我这身子骨虽时好时坏，可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松快。浮云，这2年辛苦你了，若没有你里外操持，这茶社哪能有今日的安稳？只要能看着小姐笑，浮云这辈子就值了。咱们是姐妹，不说这些外气话。6、7、8。小念安，你娘亲把你教的可真好，这算账比账房先生还精呢。那是自然，我娘亲是全天下最聪慧的掌柜。一晃2年，原来自由的味道比宫里最名贵的龙井还要回甘。玄逸，这盛世是你守着的，这清欢是我得着的，我们终究是两清了。陛下，微臣罪该万死。您这是思念成疾，郁结于心，已是油尽灯枯之兆，非药石可医呀！陛下，求您为了大选静养吧，别再看那画像了。若若，若若，朕把江山治好了，你在江南可瞧见了？传朕旨意，立大皇子为太子，由太傅辅佐。谁若敢在朕走后动慕容家一根汗毛，朕在九泉之下也必索其性命。
臣等遵旨，定不负陛下重托，庇护慕容家周全。贾宁，朕死后不必修心灵，将朕葬入地陵，与若若那口空棺合葬，生不能同亲，死亦要同穴。奴才领旨。陛下虽病重，却已将后事安排得滴水不漏。是啊，为了慕容皇后，陛下竟生生把自己耗干了。如此担当，古往今来几人能及？小姐，快喝口温水顺顺气。血。浮云姑娘，这忘忧散虽好，却也难敌多年心脉亏损的底子，如今怕是药石无灵了。求您再换个方子，多少银子都行。小姐才过了几年好日子啊！浮云，别难为陈大夫了，我这哪是生病，只是这副残躯老得快了些。小姐，您再吃一口，就一小口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能在江南这槐树下睡去，比在那冰冷的坤宁宫不知强了多少倍。念安，别哭，娘亲只是累了，想多睡一会儿。菩萨保佑，若非要收走一条命，就拿我的去换小姐的吧。瞧你这眉头，都能夹死苍蝇了。集市上出什么事了？小姐，今日集市上，那些下江南的客商都在传，说京城那位病重的厉害。听说了吗？圣上为了先皇后，这3年把自己耗干了。弥留之际，满宫里都在传他喊着皇后的乳名。当真是有史以来第一深情，只可惜了那慕容皇后没这福分。让他们说吧。那戏台上唱了一辈子的情深似海，也没见哪个戏子真把自己给唱活了。小姐，他都要死了，还在那儿演给天下人看，弄得像是您负了他似的。娘亲，那个皇上是谁啊？为什么大家都说他好可怜？要找他的若若，不过是一个弄丢了东西，余生都在自我感动的故人罢了。玄逸，你见词证明，甚至此刻垂死，都是为了求个心安。可我的心，早在3年前就碎了。他终究也只是个帝王。浮云，你瞧瞧这桃花开得真好，就像我入宫前家中的那片桃林。小姐若是喜欢，往后每年桃花开时，浮云都陪您来看。这人世间的花开了又落，落了又开，原本就是轮回。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的春景，便是在这茶社的3年。
念安，煮茶的诀窍在于静心，心静了，茶味才不涩。以后这茶社就交给你和浮云姨姨了。念安会乖乖听话，等娘亲病好了，咱们一起煮茶。浮云，密室暗阁里有我攒下的银票和地契，我走后带着念安好好活着，别去京城，别问旧事，就当大选从未有过慕容若。小姐，浮云会的，浮云定会守着念安，守着咱们的家。爹、娘、哥哥，若儿这一生终究是在这江南为自己活过一次了。贾宁，这路朕怎么觉得比南巡去江南的路还要长？陛下，咱回宫歇着吧。太医说您受不得这冷风。若若，朕看清了，你在那儿笑得那么好，朕便知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朕了。可朕等不及了。这3年来，朕把大玄制成了你父兄期许的模样，朕把慕容一族的荣光还了。这债，朕还清了吗？记住朕的话，若大玄有一日容不下慕容家，便是大玄气数尽了。儿臣领旨，定不负父皇托付。去吧，做一个爱民如子的帝王，别想朕到头来连个能合葬的都没有。若若，既然你不想回京，那朕便去江南陪你，好不好？若若，你瞧，这新采的明前茶，朕为你备好了。有什么？为什么连在梦里你都不肯多留片刻？传朕口谕，翰林院立刻修撰《大玄忠烈传》，将慕容老将军、少将军及慕容皇后的生平事迹独立成章，置于首卷。臣领旨，定将慕容一族的千秋伟业传颂万世。朕要让这天下人都记得他，哪怕他恨朕，朕也要他在这大玄的史册里永远风光无限。若若，这是朕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你若在江南听到了，会稍微少恨朕一点吗？浮云姨姨，娘亲今天怎么还没醒？她是不是又累了？娘亲太累了，她在等晚上的凉快劲儿呢。浮云，小姐，小姐我在，您想说什么？想写什么？浮云替您写。浮云，这2年是我欠你的。小姐，快别这么说，能陪着小姐是浮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。没回京城，真好。玄逸，你终究等不到我的临终遗言了。我把最后的温柔留给了江南，只把那把刀留给了你。
姐，你醒了。浮云，别哭了，这3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，比在皇宫那13年都要快活。爹，娘，哥哥，你们来接我了，回家了。小姐，您终于不再是大玄的皇后，您只是慕容家的女儿，是阿若。大娘，念安就托付给您了，这茶庄也归您，只要给这孩子口饭吃，教他像小姐一样清清白白做人就成。浮云姑娘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小姐胆子小，去见老爷夫人的路上黑，浮云得去给她提灯引路。小姐，奴婢救不了您的命，但奴婢能守着您的魂。那吃人的京城咱们不回，那冷冰冰的地灵咱们不去。快，再快些！皇上还等着老奴带回皇后的好消息。公公，前面就是忘忧茶社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家在办丧事？阿若掌柜和浮云姑娘前日就去了。晚了，终究是晚了。老奴带着皇上的心尖血，却连娘娘最后一面都没赶上啊！这可叫老奴如何回京复命？这消息带回去，是要了万岁爷的命啊！娘亲说，她不需要药，她只要回家。回家，娘娘这是宁可死，也不肯等皇上的一口药。阿若掌柜，浮云姑娘，这槐树下凉快，你们在这儿歇着，再也没人能惊扰你们了。
娘亲，你说这里是家，念安不哭，念安守着这里。公公，娘娘薨了，要不要即刻上报朝廷，按皇后的规制迁坟回京？迁坟？你想让皇上亲眼看着娘娘宁死也不肯进她的帝陵吗？这最后的一点自由，就还给她吧。公公请回吧，娘亲临走时说了，这辈子已经两清，若有来生，生生世世不复相见。生前不为后，死后不入陵。娘娘，您赢了，您带着尊严和自由走了，却给那位留了一座空城，一世孤寂。药送到了吗？他吃了吗？老奴有罪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回皇上，娘娘走在那药道之前，浮云姑娘也跟着去了。他们合葬在江南的一处槐树林里。若若，你终究是连活下去的机会都不肯向朕讨要。你走得那么急，是怕朕反悔，再把你锁回来吗？若若，你是来接朕了吗？江南的桃花是不是已经谢了？陛下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呀！快太医呀！不许传太医！传旨，朕死后，将御书房内朕写给他的万件诗稿、画像全部焚毁。陛下，那是您3年的心血呀！他不爱看，朕留着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烧了，别让这些脏了他的眼。陛下，您到死才明白，毁掉这些，才是对他最好的成全。
父皇，依您所愿，您终是与皇后生同亲，死同血了。合葬的是名分，锁住的是执念。这世间所有人都在歌颂您的情深，唯有老奴知道，这金丝笼里终究只关注了您一个人的魂。娘亲，浮云姨姨，喝茶了。如今大选海晏河清，慕容家世袭荣光，你们在天上一定看得到吧？最后，先皇为皇后殉情。诸位，茶凉了，喝口热的吧。故事虽好，听听便罢。真真假假，哪有这杯中清茶实在？